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上映3天破3000万，天才游戏杀出清明档，彭昱畅、丁禹兮这波真赢了。在2026年清明档整体市场表现偏冷的大背景下，一部几乎零宣发、零路演、零首映的悬疑犯罪电影却意外突围，上映仅3天便突破3000万票房。这部影片正是《天才游戏》。从市场表现来看，它或许称不上现象级爆款，但在当前竞争环境与资源投入极为有限的前提下，这样的成绩无疑具备相当高的含金量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并非依赖传统营销路径，而是依靠观众口碑与演员表现实现逆势增长。这种内容驱动型突围，在当下国产电影市场中显得尤为值得关注。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，截至4月6日16时49分，由程亮执导，彭昱畅和丁禹兮领衔主演的悬疑犯罪电影《天才游戏》票房正式突破3000万大关。作为一部几乎3无影片，无大规模点映、无首映礼、无线下路演，这匹低调入市的黑马，在清明档新片中逆势突围，靠着口碑与演员间的化学反应，硬生生走出了一条逆袭曲线。那么，这部压了近6年的作品，究竟靠什么打动观众？今天就来聊聊这部争议与热度并存的天才游戏。积压近6年的冷片，为何成档期黑马？这部电影2020年拍摄杀青，直到2026年清明档才正式上映，前后等待约5年7个月，接近6年时间。当年拍完时，丁禹兮还未凭借传闻中的陈芊芊、韩硕一脚大火，而彭昱畅其实早在2018年就已凭《大象席地而坐》提名金马奖最佳男主角，并非拍摄时还未获提名。如今2位主演都已拥有扎实国民度，也让这部积压多年的片子意外迎来了更合适的上映时机。清明档首日《天才游戏》票房约866万，位列日榜第5，排片接近13%，初期上座率并不算突出，甚至不及同档期部分小成本影片。但它真正亮眼的是强劲后劲，上映1天半票房破2000万。上映第3天顺利突破3000万，在低营销投入下，依靠观众自来水实现票房逆跌。更难得的是，今年清明档整体大盘表现低迷，3天总票房约3.03亿，创下2013年以来13年间同期较差成绩。在整体市场遇冷的环境下，天才游戏能走出逆势上扬的走势，含金量十足。低宣发靠什么圈粉？核心是演技与张力。票房逆跌，本质是观众用脚投票的结果，而口碑就是它最大的底气。不少看完影片的观众都给出一致评价：2位男主对手戏张力拉满。有观众直言，彭昱畅和丁禹兮对手戏很有感觉，疯批感拿捏到位，2人都很适合大荧幕。也有观众表示后劲十足，看完久久难以平复，甚至选择2刷。影片改编自导演程亮的短篇小说《天才刘全龙》，讲述底层少年刘全龙被富家子弟沉沦选中，开启一场身份互换的危险游戏。彭昱畅饰演的刘全龙，从卑微挣扎到欲望膨胀，人物层次清晰。丁禹兮饰演的沉沦，表面斯文内敛，眼底藏着偏执与掌控欲，并非单纯的反派，更像是长期被环境压抑后的扭曲反弹。2人对手戏层层推进，身份反转间也带出了关于金钱、阶层与人性的探讨。口碑2极分化，有人狂赞，有人吐槽剧本悬浮。天才游戏自上映起就争议不断，口碑呈现明显2极。认可的观众认为，影片节奏紧凑，反转设计工整，关键伏笔铺垫到位，没有明显降智桥段，在近年国产悬疑片中完成度不错，
部分观众给出了偏高的个人评价，而负面意见则集中在剧本设定上。主角身为天才少年，却因贫困无法上大学，只能在网吧当网管，被不少观众质疑脱离现实。有网友指出，助学贷款早已普及，优秀学生升学渠道多元，这一核心设定过于悬浮。也有观众认为，影片逻辑存在硬伤，整体质感一般。但也正是这种鲜明争议，让影片话题度持续走高，在冷清档期里保持着讨论热度。3000万之后，票房还能走多远？截至4月6日，3000万票房叠加几乎为零的线下宣发成本，片方大概率已接近回本，甚至实现盈利，被网友调侃为极简宣发，精准盈利。有院线从业者预测，影片最终票房区间或在4500万至8000万之间。不过清明档结束后，市场将迎来更多新片竞争，且影片目前存在排片占比高于票房占比的倒挂情况。后续能否持续靠口碑拉长上映长尾，仍有待观察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一部积压近6年、几乎零线下宣传的悬疑片，能在冷清档期拿下3000万票房，本身已是一次不小的成功。天才游戏的逆袭，像一场现实版的逆风翻盘。影片里主角试图用身份交换改写人生，而影片本身也在市场夹缝中，靠演员表演与话题度为自己证明。它算不上完美，却足够有话题度。两位主演的表现跨过了多年积压的时间差，也让这部迟来的作品在清明档留下了一抹存在感。总体而言，《天才游戏》并不是一部可以被简单定义为成功或失败的作品，它更像是一部处于灰色地带的案例，既有亮点，也有不足，既受到认可，也引发争议。但正是这种复杂性，使其在清明档中显得格外突出。对于行业而言，它提供了一种值得思考的路径。当传统宣发资源受限时，内容本身是否仍具备撬动市场的能力？而天才游戏给出的答案，至少在当前阶段是肯定的。至于它最终能否突破8000万票房上限，仍需时间检验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在这个整体低迷的清明档中，它已经成为最具讨论度的国产悬疑片之一，也为观众留下了一次颇具争议却不乏价值的观影体验。你去看了《天才游戏》吗？觉得两位主演的表现如何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真实观影感受。